最近有不少消息称 iPhone 14系列将再次迎来设计语言的大变动。简单来说，正面屏幕刘海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屏幕胶囊或者药丸型开孔设计，而且居中放置。更多的人一致称赞，这样其实也很漂亮。现在，泄密者发布了一张据称是 iPhone 14屏幕面板的照片，这张图片被明显遮盖，但透露的信息量已经足够。实际上，这个红外传感器圆孔将被隐藏在屏幕下，并不真正可见。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新机的自拍相机还有更宽广的广角拍摄能力。其余苹果还使用了全新研发的屏下识别模组，该所搭载的面容 ID 核心包括 3D 结构光点阵投影仪、红外相机等组件将被隐藏于屏幕下方。另外，由于 Face ID 元件占用的屏幕显示空间面积显著减少，通知栏两侧腾让出不少空间。不知道配备的 iOS 16系统是否会考虑允许驻留更多图标，比如电池电量百分比会不会出现。iPhone 14 Pro 系列将采用三星 LG 提供的打孔屏，支持新一代的 LTPO 技术。在 iPhone 14系列发布会上，估计叫 ProMotion 2.0 了。据报告，三星将为 6.1 英寸的 iPhone 14 Pro 提供所有打孔 OLED 面板，同时也是三星首次与 LG 分享 6.7 英寸的 iPhone 14 Pro Max 的订单。现在高端手机的 OLED 屏幕基本以三星为主，在 LG 的加入后， iPhone 14系列的起售价会不会有所变化呢？搭载打孔屏的 iPhone 14 Pro 系列颜值将会更上一层楼，毕竟刘海的设计让许多用户表示无碍。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版 iPhone 14和 iPhone 14 Max 将继续采用刘海设计，这与 iPhone 13很相似。换句话说，在非 Pro 机型中放置 Face ID 的还使用刘海，从而与 Pro 系列做进一步的区分。苹果在除了屏幕刷新率、GPU 核心数、摄像头、边框后盖材质外，芯片处理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iPhone 14系列的芯片也会有所差距。有消息透露，并不是所有的 iPhone 14系列机型都使用 A16 芯片，标准版的 iPhone 14将采用 A15 的满血版， iPhone 14 Pro 系列才会使用 A16， 而 iPhone 14 mini 极大可能被取消。因此 iPhone 13 mini 可能是最后一代 iPhone mini 机型了。至于其他方面，全新的 iPhone 14 Pro 则可能依然会延续 iPhone 13 Pro 的设计，继续采用直角边框方案，不过后摄像机模组部分的方案有所改变，疑似改变以往整个模组凸起的设计，而是每颗镜头单独凸起。这与近期不断曝光的全新三星 Galaxy S22 Ultra 的相机模组设计十分类似。如果该爆料属实，那么此设计或许将成为明年手机圈主流的设计方案。最终，如果明年的 iPhone 在外形上迎来大改动，有可能是近年来让消费者感觉最大的一次更新。更多详细信息，我们拭目以待。